哦，又来 F2工厂了啊！这次这边是食堂，中午看看能不能过来蹭个饭，非常非常的漂亮呢。好，各位买好，我是董爱买。这期视频来聊一聊蔚来质量日。2024年5月，蔚来一共交付了20544台车。2024年的6月，蔚来一共交付了21209台车，连续2个月交付超过了2万台，没有使用一滴汽油，没有任何混动增程的中间路线，高端纯电上持续保持领先。这个数字真的挺不容易的啊！高销量呢会带来现金流的极大改善，因为车企呢普遍存在有供应商的周期，你的车交付出去的时候到账呢是及时的。如果呢车企的销量每个季度都是一直上涨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季度收来的钱去支付上个季度的供应商的账单。长此以往之后，企业可以支配的现金流就会增多，哪怕公司还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但是自由现金流的改善一样是可以提振股价的。蔚来在今年没有新车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容易，说到底还是产品好，到底好在哪儿？还是要回归到产品的质量吧。上周呢，其实我又去了一次位于合肥的蔚来第2先进制造基地，参加了蔚来的质量日活动，活动的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我至今呢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一家媒体把信息的完整给整理出来，那么我还是来拍一期视频吧。首先呢是获得的一些奖项，最近呢权威机构 JD Power 2024的评选结果公布，蔚来呢一举夺得4项第一，连续6年呢摘得了质量桂冠。这个其实对于蔚来来说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包括斌哥都这么说。好像也司空见惯了。从我们几年前 ES8 就获得这个，比如说 JD Power 的这个年度的这个质量大奖啊，质量的最高的评价，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只要新车一发布，我们基本上都是什么新车质量第1名啊，豪华车型里面的第1名，或者说他们后来搞一个什么魅力指数啊，这是比较综合的评价，我们也是第1名。智能电动车时代呢，智能硬件、软件、电池技术的迭代周期变短了，消费者买车呢，但不可能像买手机一样，企业呢其实是要解决的是以15年为基础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举例来看呢，对于一台电动车来说，电池系统就是这个样子。一台燃油车，你想想看，你是1手车，你卖2手、3手、4手，甚至 N 手之后，基本上一台车是要开到15年才会报废。可是智能电动车呢，目前做不到的主要原因呢，其实是电池系统做不到啊。电池系统的更换呢极为昂贵，虽然锂矿的价格很便宜，但是100度的电池售后的价格还要做到20万的比比皆是啊！你举这个例子就有点像什么沙子很便宜，但是 CPU 卖的很贵，是不是？这还没完啊！如果这个车企的这款尺寸的电池包停产了之后，没有使用通用的电池包技术，电车的残值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你们自己去想一想，2018年的电动车，你今天会愿意去买它一台2手吗？但是2018年的第1代蔚来还是可以在2手市场上流通的哦，甚至说今年还可以升级150千瓦时的电池，这就是通用电池包配合换电这样一个体系所带来的好处。那斌哥对于长寿命电池以及换电体系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有着很深入的思考。而且到15年以后还能够有85%的健康度，我们提出来这样一个目标啊，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质量目标啊。如果我们更改一下质量目标，比如说只是现在目前是这个国家要求的8年有16万公里70%，那当然还能省很多钱啊，能省很多钱，是吧？但是我们大家想象一下。那8年后，16万公里以后，或者20万公里以后，怎么办呢？对吧？2手车、3手车、4手车怎么办呢？对吧？这些事情都是要去深入思考，因为这个事关到车辆的安全，事关到这个用户的利益啊。那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在本真研发方面，不管是在材料还是在这个正极负极还是电解液方面，我们都要去解决日历寿命和熊孩寿命的问题，对吧？重要的还有在运营方面，我们通过我们的换电网络、可充可换、可升级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对电池的健康状态去进行实时的跟踪啊。我们有300多个模型去进行这种分析电池的健康度，然后我们通过个性化的这种算法充电的策略去维护、去延长电池的寿命啊，我们有整套的这个体系。因为前面讲的比较多了，我们就不去细讲。那为什么这件事重要？
因为这件事特别简单，因为电池的它作为这么大的一个这么高价值的一个电化学品的这么大的一个系统的部件啊，以前汽车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前汽车上的电池就是我说的小的蓄电池，啊，那就很便宜，而且也标准化，就是标准化了啊。大家想象一下啊，其实车上那个电池蓄电池如果不是标准化的，成本也挺高的，售后维护也很麻烦的。我们大家拿这个做一个小的对比吧。如果蓄电池不是标准化的，每家都用不一样的东西，你们想象一下，这个怎么办？有个汽车公司，它可能某款车型后来就停产了，你将来怎么弄？其实也会导致，即使那个小电池，都可能导致车就不能用了，是吧？所以传统的汽车的产品，它其实也用它的方式在解决电动相关的东西啊，电池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维护问题。但是动力电池，我们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动力电池是它的价值的几十倍，而且它是动力电池，是吧？它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电动这一部分，其实未来从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从本质上去思考，我们希望能够让用户让这辆车在它的全生命周期都能提供一个体系的解决方案，啊，让大家不用担心电池的质量，不用为了电池的质量让某个用户去付出大的成本，啊，付出大的成本。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整个电池这一块我们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其实也是背后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质量体系和思维是有关系的。除了电池呢，硬件方面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使用4颗 Orin X 的芯片？为什么要有1016 TOPS 的算力？因为端到端的时代到来了，比拼算力的要求其实更加高了。如果你的车想开几年，辅助驾驶还不落后，就是要有超强的算力的。这些东西呢，未来每一台车都一样的。这种东西呢，你在定义的时代就必须有。软件也是一样，未来的第一代车机软件系统呢叫 Aspen 跟 Alder， 第二代呢叫 Banyan， 那都是树。未来的期待呢，就是这些软件最终都能成为参天大树，一直生产下去。不能说这个树1-2年就死了，没人管了吧，对吧？还是那句话，2018年交付的第一代蔚来车型，至今还在更新软件系统，只不过受限于硬件的上限，它能更新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个别的企业就已经不管了吧。未来呢，在质量方面在乎的永远呢都是 ATQ， 叫用户全生命周期的质量体系。分享会的下半部分呢，其实就来自于沈峰博士着重就讲了这个 ATQ。峰总呢是未来的执行副总裁，也是未来质量委员会的主席。从第一台 ES8 开始，峰总就在整车的质量体系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今年的乐道也是一样，虽然呢乐道的价格肯定要比蔚来便宜不少，是一个跟特斯拉一样价格水准的品牌吧，但是蔚来公司的内部质量体系标准是一样的。峰总已经明确回答了，在乐道也是他来负责质量体系标准都是一样的，所以要买乐道的同学们，你们也可以放心。峰总很详细的分享了他在质量方面的努力啊，涵盖了将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使用等各个环节，包括前期的开发质量、合作伙伴的质量、制造物流的质量、用户服务的质量等等。我还想特别说一点是，蔚来为国产供应链起到了极大的支持啊。在聊到创新供应链的时候，峰总说到，在蔚来之前是没有 Nomi 的，供应链呢是全新创造的。2018年蔚来 ES8 交付，标配了空气弹簧，走到今天，空气弹簧成为自主品牌几乎的一个车辆的标配啊，其实也催生了自主品牌空气弹簧的大量的合作伙伴。ET7 呢，在2020年就开始使用宝龙科技的空簧，对不对？蔚来用过的供应链，在很多别的车企，甚至说他们不需要做准入认证，直接就可以使用了，这也是侧面证明了蔚来的供应链的实力，对不对？峰总呢还特别强调，蔚来的供应链呢绝对不是哪家便宜用哪家，这跟当前行业的一些企业的做法成了鲜明的对比吧。毕竟正向研发的车企会正向推动国产供应链的进步的。峰总的这一期的分享其实也极为详细啊，完整的听完大概至少需要1个小时吧。我就举几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呢，蔚来的工厂很先进，对吧？而且呢，现在是2厂了，蔚来的1厂呢就比保时捷的工厂先进了，2厂呢更是超越了自身。比如说厂区内有一台冲焊联合测量中心，对于车身的精度要求有多高？来，我们听听蔚来工程师的说法吧。尺寸精度就是车做的大小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计算机设计的嘛，我们的目标就是做的和我们计算机上图上一样。然后这个尺寸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我们整车的外观品质，然后我们的密封性、我们的 NDH、我们的甚至我们的自动驾驶和我们的换电都有赖于这个尺寸精度的实现。那
那我们这个冲汉联合的测量中心，就是为了这个使命存在的。我们会持续监控我们这些车身的尺寸的精度和我们冲压件尺寸精度。然后我们这里使用了世界顶尖的设备，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有3套设备。最那里一套是我们的水源地测量系统，那里是现激光的系统，在运行的2个柱子。然后这一套是蓝光的测量系统，这2套系统都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光学大厂蔡司的产品，这2套设备。然后，这边一套可以看到，就上面一个侧头圆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柱子顶端的，这一套是日本的尼康的设备，这一套是顶激光。我们这一套是叫尼康的顶激光测量系统，中间这一套是蓝光测量系统，这套是蔡司的悬臂系统。然后我们的设备比较先进，然后所以我们能够产生海量的数据。我们组合利用了不同设备的特长，所以我们所有的监控对象有5890种。5980种这个测量对象，然后近1年我们测量的样本数达到了981200件，然后这是近1年的，然后产生的数据一共超过1亿。又或者大家说，在总装车间，未来的车辆的4个门呢是由机器人自动装配的，无需人工介入，车门的安装误差控制到了正负0.5毫米，一改传统车厂使用老师傅装门，然后还要敲敲打打，甚至还要扭一下门这样的状态。至于什么 AGV 的自动装配岛、魔方涂装匹配系统，我之前在第2星期制造基地的视频有详细介绍，就不再赘述了，大家可以翻回我过去的视频看一看。那期视频我个人觉得我做的也很成功哦，我很详细的把整个第2星期制造基地给大家讲清楚了。那回过头来继续说质量啊，未来呢在行业首创整车智能影音的检测系统，其实取代了人工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整车的扬声器啊、麦克风啊、运动键啊等功能，异响100%的是智能化的去检验的，保障了7.1.4的沉浸声音响系统的高品质音效，无需人类检验员每天弯腰1000多次，扭转身体1000多次，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因为智能电动汽车它的音响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话你要靠质检工人每一个去听，这个效率是低的，用一套智能化系统把车内的每个音响做自动化检测，这个效率真的还是挺高的。在电驱动车间，几十名工人就可以控制电驱系统下线，自动化率极高。未来从第1台车开始就自己生产电驱动系统，覆盖从400伏到900伏的产品。我还额外独家体验到了整车下线之后在测试路跑上的检测，每一台车辆下线都是需要经过路跑的，以检验车辆的软硬件安装情况，检查车身的一些异响，检查 AD 的一些匹配度。对了，未来的每一台车在工厂出厂的时候就会做好车辆 AD 系统的激光雷达呀、摄像头的校准。其实我买特斯拉的时候，每次都需要开一段距离，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很多年没买了，大概是自己要开50公里吧，车才能完成校准。反正呢，让车主自己来呢，肯定会便宜省钱嘛，而且在工厂做的话，这工厂少一道工序，整个节拍可以流转起来。但是这个事情在未来认为工厂还是应该提前做好，放到用户手上，用户提车的第一刻开始，摁下 NOP 的那个按键，车就应该能跑起来。这还是体现出2个不同品牌的一些差别吧，决定了工厂在这个工序上的一些区别。那最后呢，我还独家体验到了未来的雨林测试，兵哥同款体验，哈哈。这个实验呢是车辆在下线之前，每台车100%都要进行的雨林测试。因为雨林测试有一些车企呢会选择进行抽检，但在未来这里它是必检。这里面的每分钟降水量比全球世界最大的降雨量还要多1.2倍。每一辆车出厂之前都要经过8分钟的雨林测试，不漏一滴水才能交付给大家。对啊，就感觉这前车已经不在了，这个比洗车房刺激多了。那这个一次通过率应该很高吧？不然的话还要返修啊什么，完蛋了。问到点子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啊。我们现在雨林的这个合格率在99.几以上啊。明白。哦，开始了。这是我们车头部分开始进入雨区了啊！哇，大雨磅礴的景象，除了雨水就啥也看不到。哦，这个侧窗上面，千万不能碰窗哈！3秒钟就全是落汤鸡了，我保证可以做到啊！然后还要提车，关键是还要提车。哇！这
个车的雨量呢，它是靠全车环绕的14个喷嘴来实现的。那我的车顶的正上方其实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喷嘴。哦，看到了，看到了。正上方，然后它的斜上方、它的侧面还有它的底部，其实都是有设置了相应的喷嘴来做的。就是一个365度死角的这么一个喷淋状态，一共504个喷嘴来完成相应的工作，确保说整个车在整个通过雨区的过程当中都是能够无死角的进行这么一个高强度的雨淋的测试。那也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暴雨的洗礼，我们才说这辆车的水密性、气密性达到一个我们认可的标准。这是我们对用户的承诺，也是希望用户真的安心用车的。可能我们在车里面感觉到这个风声呢还好，但其实我们如果在车外的话，已经很吵了。非常吵。ES8的隔音是很好的，还是说它的本身的气密性能保证说在车内可以有效的隔绝外界的一个环境干扰。确实这个风力好大呀，这个天幕被吹得好干净啊，一点水痕都没有，天上。另外呢，就是在吹风完成以后，它会对我们的乘客舱和行李舱的区域做一次细致全面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地毯、门槛石板，包括我们的这个密封条，包括我们的顶衬区等等。明白。就是能接触到的区域，我们都会来确认。这个区域呢，就是按照我前面说的那个标准，就是零滴水的。其实这个链条环节是所有的工业品里面是最强的。对，这是特别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而且我们坚持做正向的自我研发，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希望通过出让市场来换取技术，那其实发现这条路走的不是那么顺利。对。那现在我觉得到这个该到正向做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有能力或者应该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中国民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吧，也是我们应有的使命。特别好，特别好，谢谢。哎呀，特别好。最近全国各地都在下暴雨，是吧？这个未来的整个密封水平还是有保证的，而且之前直接出了一个新闻吧，是1代 ES6有个车主倒车，是吧？不小心把车掉到水里去了，然后那台车在水里一直是飘着，然后车的窗子降了下来，然后车主呢自己爬了出来，然后站在了车顶得到了救援，并且那个车一直等到车主上了救援之后，车都没有完全沉下去。其实密封性还挺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吧，没有哪个车厂会在卖车的时候宣传说我的车掉到水里，我保证你能漂一会儿。但是在非常非常小的概率上你遇到，这个时候也有可能就能救一命，对吧？反正呢，受限于工厂的整个保密需求，能拍到的东西其实不是特别多，很多东西呢，你参观完之后都是一些自我的感受啊。但是作为车主呢，你会感到放心，你知道你买的车呢是从这样干净先进的地方出来的。至于奖项什么的，确实只是一个结果。最近大半年呢，其实蔚来梳理了自己的整个销售能力，也对外呢开始多多的传播蔚来的技术。其实蔚来之前一直的标签是大家说服务好，然后服务好其实本来没错，车其实是需要一些服务的，但是会被一些人曲解为只有服务没有技术，这个就不对了。所以其实蔚来才是整个技术投入最多的那个车企吧，不管你去看财报上的数字，还是蔚来实际研发的一些成果。而且马上下个月又要办 New In 了，对不对？那个未来又会再一次全景展示自己的研发成果，希望你能有机会去买一台蔚来，去多多试驾呗。毕竟国产车坚持在做纯电的，还是一个高端品牌，从零开始起步就面临着众多非议的。今年是这家公司的第10年，车辆也交第50多万台了，倒闭的风险其实是没有的。认真的去体验一下车，我相信消费能力、审美到的用户真的会选择蔚来的，好吧？好了，以上就是懂买买这期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